各位早上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我来自这个广州博创数据公司，我叫田怀俊。今天给大家主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国创的基础资源库以及跟 KCAD 的一个合作的一些创新的一个结果。前面呢就说这个胡总呢在介绍过程中频繁的提到一个国创，那我在后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国创是什么，国创是干什么的。那么国创中心呢是在2020年由科技部牵头，科技部统一谋划，统筹谋划成立的3个国家级的技术创新中心、综合技术创新中心，其中呢包括京津冀，技术创新中心在北京，长三角技术创新中心在上海，那国创的叫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在广州。这3个技术创新中心呢各有侧重。我们广州那个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呢，它主要侧重的是这个智能工业机器人，以及精密制造装备，还有工业软件。目前来说，工业软件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板块。目前在册的这个研发人员呢有400多号人，其中在册的有400多号人，其中90%都是做研发的啊。然后广州博创数据公司呢，是因为在国创中心通过这3年多的这个攻关，这个结果需要产业化，需要这个商用为了合规在这个国创中心孵化出来的一个产业化的公司。它实际上呢跟国创中心呢是一套班子，2个牌子在运作。它后续承接的是我们工业基础资源库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运作，然后商业的交付以及后续的服务，然后它的生态拓展。目前呢主要承接的几个产品呢，就是一个是工业技术资源库，一个是线上数据库，还有这个工业软件的一体机垂直条约一体机，以及后面还有一些 AI 的产品。那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工业资源库的一些东西首先我讲一下工业资源库的一个建设的背景。我们从这个图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和它的工业软件，它这个产值是成正相关的。那么我们中国呢，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但是算不上一个制造业的强国。它的工业软件的渗透率呢，基本上就是个位数，不到10%。那么随着这个产业升级的需要呢，中国呢对工业软件的这个需求呢也是不断在提升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呢，它这个工业软件和它的这个工业技术资源库，它都是强强联合一块来成长这个呢也为我们国创工业资源库和华秋的这个 KCAD 的这个合作也是提供了一个借鉴的思路，就是要强强联合。我们再看看这个国外的一些欧美这些发达国家，他们一些这个工业资源库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在元器件领域呢，比如说这个头部企业美国的 Ultra Library 它经过15年的发展呢，目前呢它有1600万的这个数据量，活跃用户活跃的数据量都达到150万到200万这个之间在零部件领域呢，比如说德国的卡利纳斯，它有2到3个亿的数据量，这个模型量经过30年的发展，非常的强大，它的活跃的用户数，这个模型数差不多也有1个亿。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工业资源库呢，它的整体情况呢，就是我们总结出了散、小、弱。散就是数据规模比较散，分布比较散，然后不通用；然后弱呢就是不兼容小呢就是每个厂家自己建自己的私有库，相互之间是不拉通。那么国外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它的工业品呢，从这个研产供销服这个一体，成为一个以工业软件为桥梁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生态就是从研发、生产、供应、销售、服务，它完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反观我们国内，比如说从供应端的厂商，再到代理商，比如说华秋商城，然后到数据服务商，再到工业软件，比如说 KCAD。那么这个中间呢，好像缺少了一个数据服务商，就是一个通用的、中立的第三方的数据服务商。那么以前呢，就这些，比如说环球或者嘉利创、云海新城，都是有自己的商城的都是有自己的这个数据这个资源库的，但是呢，都是为自己服务的，就缺少一个通用的第三方的一个数据服务商。这个也就是我们工业资源库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大背景。我们看这个图就说
在这个 PaaS 层呢，工业资源库被国家定义为3大类根技术之一啊。然后到了这个工业软件的 SaaS 层呢，我们的工业资源库呢，它就是一个数据底座，它就是杨亮，就是为这些 SaaS 的工具软件来做一个底层的赋能，然后通过这些工业软件的一个这个点工具的一个连点呈现呢，到了供给链这一块，那个数据层这样是作为它的数据底座来给它赋能，最后呢，为我们广东的这个4大制造行业、4大优势行业，就汽车、装备、电子、家电，来进行一个赋能。我们再看一下，就对一般的终端用户企业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丰富的、多样性的一个数据库，一个工业资源库。比如说拿元器件来说，我们在原理图设计阶段呢，需要这个零件符号图；在 PCB 设计阶段需要封装图，啊，在样机设计阶段需要3D 模型图。还有比如说在汽车或者这些飞行器，在这个仿真阶段呢，我们需要的这个仿真材料库。然后到了生产阶段呢，我们需要的这个棒编码库。也就是说，我如果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工业资源库，如果融入到这一个企业的从设计、研发、生产到最后的售后服务，融入到这个流程中，那可以极大提高效率。我就不用我们设计师来在多个网站之间来回切换、来回找，有些数据也是残缺不全的。刚才这个也是我们国创的工业资源库产生的一个大背景。那下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解决方案，以及跟华侨 KK 的合作的一个历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的资源库要打造一个高质量、完整、智能、开放的这么一个数据服务平台。我们把这个数据提供方的数据拿到以后，比如说有一些元器件厂家，它的数据拿到以后，我们把它建成模型，上载到我们这个国创的资源库平台上面去，然后供这些工业企业设计师下载使用。那目前来说，我们建了3个库，一个是元器件一个库，一个是零部件一个库，然后还有一个是仿真材料库。其中元器件库呢，目前经过2年多的发展，有100多万这个数据啊。零部件库有7000多个模型。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元器件到25年底，差不多做到200万模型，到26年底，基本上能给这个 Ultra Library 的这个活跃模型数能够持平。然后零部件库呢，对标卡利纳斯，我们到25年底能做到1个亿，到26年、27年就全面超越卡利纳斯。那对我们这个数据提供方来说，我们可以自行的来进行一个上载。后面我会讲到，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你共享我们的这个工具链，然后你使用我们的建模工具来自行的上载您的模型。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整个这个行业它分布散、这个兼容弱、规模小的这个痛点啊，提升客户这个价值呢也提升，就设计效率也提升，然后部件的复用率也会提升，采购成本会下降。首先第一个讲就是我们第一个目标高质量，怎么样才能高质量？那我们拿到这个用户这个提供的这个数据以后，首先我们的工程师、我们技术人员要反复的去核验这个数据的质量怎么样啊。第二个就是我们邀请了业界同仁一块来建一个高标准的一个建库的一个规范啊。就是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之前呢有一些模型呢，这个命名规则都不太一样，台资企业叫什么贴片电容啊，大陆企业叫电丝电容。那么我们把这个规范建好以后，大家就可以统一规范。再一个呢，就是用一些 AI 的工具进行快速建模以及质量审核，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用户的反馈或者第三方检测机构的一个反馈，我们对这个模型进行一个优化啊，这样的一个建设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库。然后第二个就是完整，就是我们每一个元器件产品在我们的国创的工业资源库上面呢，这个信息都是比较完整的。首先第一个，产品的规格、参数表都是比较完整的。第二个就是产品的模型，从符号图、封装图以及3D 模型，每一条都有。第三一个呢，就是它的销售的渠道和厂商的信息，网站上都是有的，包括你的库存有多少啊，你的生命周期有多少，价格都是透明的。然后这个都是实时刷新的。第四一个就是这些主流的格式
都是可以下载到的，比如说 KiCad 的这个格式、Cadence 格式啊、SolidWorks 都是可以下载到。那在智能这一块呢，主要是这个借用一些 AI 的一个工具，我们进行这个智能建模、智能搜索以及快速选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智能建模，智能搜索。我们拿到一个零部件的一个3D 图上传以后，我们控制它的这个相似度，就可以搜索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模型这是3维的，2维的也是比较类似，就是拿到2维的图片以后，我们也可以搜到我们想要的模型。第3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 AI 的技术，有点类似 DeepSeek， 就是我描述一下，我用一句话，我就可以搜到我想要的模型。然后后续呢，我们还要开发的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开发工程师他的这个手绘图、手绘草图来搜我们的模型，或者说根据什么颜色、其他这个特征来搜我需要的模型。当然，对于元器件来说，有一个智能推荐，就是我需要的元器件，它网站会智能推荐。然后这个是自动电子目录制作的一个工具就是我们经过这么多两年多3年的发展呢，就是我们工业资源库这一块呢也有100多这个研发人员，其中有一半都从事这个建模工具的开发和建模工作我们拿到这个用户提供数据提供方的这个手册以后，从这个 PDF 文件里面可以自动的提取它这个数据，然后根据这个参数之间的这个约束关系自动的建表，然后呢通过一个低代码的方式进行一个建模，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像积木一样拖拉拽的方式就可以建模，最后呢就是一个质量审核，自动审核。开放这一块呢，就是说目前这个平台是开放的，对于这个数据提供方来说，就这些原厂比如说元器件厂家它的这个数据它可以自行上传到我们国创的工业资源库的平台上去，只要它在线申请通过审批以后，它就可以自行上传。那目前来说，我们可以提供这个建模工具，是免费提供建模工具包括元器件、零部件和仿真材料。然后呢，网站上面也是有教程的视频教程，可以一步一步手把手教你怎么建模，怎么去上传。那对于这个数据提供方来说，我一旦我的模型上传到平台以后我就可以看得到，从后台可以看，就是我给你个账号，你从后台可以看得到谁下载了，谁浏览了，是吗？然后呢，我们的销售线索可能就从这里来。最后一个就是集成，就是目前来说，我们集成了业界主流的这10几家，差不多有10几家的这个工业软件的这个插件，包括 KiCad 我们刚才这个胡先生前面演讲的时候提到，就说 KiCad 的这个软件你下载以后，它就集成了国创的工业资源库的这个入口，你设计师在使用过程中就可以调用。这个呢是我们跟这个华秋还有 KiCad 合作的一个结果。首先呢，华秋商城上面陈列的好多这个元器件呢，这个模型呢就是符号封装，是我们国创帮他们建设的。然后在我们国创的工业资源库这个平台上面，也是可以搜到华秋商城上面的这个元器件包括它的这个供应链的信息、价格、库存以及其他生命周期都是实时更新的。那么随着我们跟这个 KiCad 跟华秋商城的合作这个加深，我相信这个模型数量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然后刚才也有一个这个开发者朋友呢，跟我在私底下聊说，他注册了，在后面那地方他注册了我们这个网站，他觉得说解决了他以前困惑了好久这个问题有好多模型以前找不到，在我们这个网站上找到了。最后呢，我挑3个我们3种行业里面的3个典型的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深圳的创维 RGB 公司，就是他主要做电视的。大家都知道，电视这几年是这个制造业是特别卷的，那他这个创新不是 ，sorry， 他这个竞争力主要看他的这个新品的速度。首先呢，创维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日积月累，它那个模型数量是特别多，公司自己内部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模型，然后各个部门、各个业务单元之间也不拉通所以呢，这个模型就经常重复建设。
第二个就是它这个，然后没有这个比较先进的这个搜索手段啊。然后引入国创的工业资源库这个技术以后呢，首先它这个搜索手段，前面我讲过有3D 搜索、2D 搜索，是吧？搜索手段提升，然后它搜索效率提高了90%，可以说秒级可以做得到。那么我们的客户也讲，创业客户也讲过就是在之前呢，我们从这个设计到小批量的打样，尤其是对一些什么结构件对一些支撑件这些东西来说，设计完以后，我们去淘宝上或者1688上去采购，这个时间呢是以按天计的。那么用了国创的技术资源库以后呢，它可能就几分钟之内就搜到了，只要能搜得到，你就能买得到，就能用得上。这个设计效率是大大的提升，然后这个采购成本也是大大的下降。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深圳的金百泽这个企业呢，主要是它是上市公司，主要是做 PCB 和 PCBA，也是积累了一大堆的这个模型，但是呢，没有这个足够的这个搜索手段或这个管理手段。那么也是用了这个国创的技术资源库以后呢，首先接到用户的需求以后，它这个打板的速度从原来的比如说挑战48小时，现在可以挑战到12小时、24小时。那这个不同的时间，这个取费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一方面提高了他们这个收入。第三个案例呢，就是江门这地方有个做导轨的一个龙头企业叫凯特金基，这是一个传统的制造企业。然后他们的用户手册呢也是在网站上面，但是呢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参数或者是2维的模型，然后或者是呢他们的销售工程师呢就带着这个模型，带着 U 盘直接递给客户。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拿到这 U 盘以后呢，想用一个模型必须全部下载，挨个去看。那么他用了我们国创的这个企业官网内嵌的这个功能，用这个功能以后呢，就说我就可以在线的在我们网站上面去找我的这个零部件的模型，然后在线的3D 浏览，我也可以在线的去修改它的参数，来找到我的模型，然后去下载，找到合适的就可以去下载。说白了就是他把他的模型是托管在国创的这个平台上面去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说用户通过搜索或者浏览他的网站，他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他的这个销售线索很多就从这里面来的。最后一个就是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态，这个数据的共享，目前有800多家包括这个做 EDI 的华秋，这个KSAD 华秋电器包括高端制造业华为还有创维，还有做这个 CAD CAE 的这个，还有高校，我们一块联合来做一些这个AI 一些算法的研究。最后一个就是左边这个呢是我们的国创的官网的注册的一个2维码欢迎大家注册。目前注册呢，每一个人的注册有1000个免费的这个模型可以下载。那1000个用完怎么办呢？再换个手机号码接着注册如果还不行呢，再换个邮箱还可以接着注册，随便下载是免费的目前注册。然后右边呢是我本人的一个2维码，大家如果有业务上有合作意向呢，可以加我的微信下来我们可以接着谈。好的，谢谢大家，我的分享都就到这里结束。